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上奔跑吧变傻白甜，听不懂游戏规则，还硬把垃圾当钥匙。最近因为流离长安诺大火的男演员诚意，继《快乐大本营》之后，又登上一档国民综艺《奔跑吧》。而诚意在最新一期节目中的表现，也让人看了直呼诚意实在是太憨太傻白甜了吧。看了节目的好多网友也表示，虽然诚意在节目里的表现让人觉得思维和别人好像不在一个频道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是诚意这种慢慢悠悠、一本正经的做事风格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属于搞笑而不自知。首先是节目中有一个比赛合影，峡谷要发照片的环节，小八觉得这一环节的诚意真的称得上是又憨又认真。一开始在旁边的蔡徐坤看到诚意半天没有把照片发出去，以为是网不好，所以很好心的问诚意是有什么问题才发不出去吗？结果呆萌的诚意回答说啊，我还没发呢，这个是要发出去的吗？这样的回答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，连毛晓彤在一旁都被逗得笑得合不拢嘴。蔡徐坤也不由得感叹，让诚意快发，说他总是慢半拍。小八觉得的这实在是应了网友们说的诚意真的是傻的十分好笑。在后面一个需要集思广益打开宝箱环节，诚意又有了一些奇思妙想。因为碰巧看到窗边的拉手小人贴画，所以诚意认为大家应该拉手成一个圈，然后就可以召唤神秘能量打开宝箱了。大家虽然有一些疑惑，但看到诚意那么认真的神色，也都照做了。结果就是诚意错把没用的垃圾信息当成了可以解开宝箱的钥匙。看着大家手拉手一起围成一个圈的画面，小八觉得像极了那句歌词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这真的又是这期节目中的一大笑点。还有节目刚开始驱车前往目的地，在车上的时候也是十分的有趣。首先是蔡徐坤问大家平时都是在北京还是上海，结果诚意出其不意地回答他都在横店上班。然后诚意还邀请蔡徐坤去横店玩，说作为横店的常住人，一定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的。蔡徐坤又问诚意，那他这次参加节目是不是就像放假旅游一样？只见诚意十分开心地回答是的，感觉像是进城了。说这句话时还激动地握起了拳头。小八想说诚意，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你很开心了。不过随着车继续往目的地开，诚意又望窗外一片荒凉的景象，顿时满脸充满了疑惑，说怎么感觉这里比横店还偏远？毛晓彤在一旁听了都笑得直不起腰了。在节目后面的跑步比赛环节，本来准备要开始起跑的诚意在听到主持人说听到发令枪跳之后，被吓得一哆嗦，身体要扭成一股麻花了，结果又逗得旁边的围观群众们哈哈大笑。小八觉得诚意真的是用全身在好好搞笑。然后和藏族小哥用藏语说话的环节也是十分的有亮点。诚意一直不断的重复你阿帕硬，俺阿帕饿，俺阿帕饿，直接把一段好好的对话说出了很饿需要放饭的感觉。藏族小哥自然也是被这奇怪的藏语弄得云里雾里，两个人仿佛鸡同鸭讲，周围的人又一次全体笑翻了。但是诚意同学还是不受周围影响，执着且认真地继续和藏族小哥解释。小八觉得真的是一本正经的在搞笑，却不自知。最后在一个点菜的环节，诚意拿着菜单左看右看，认为单点汤不够吃，因为节目组人很多，而有一个菜的量比较大，所以即使节目组人很多，也能人人都吃得饱，所以就点了那个菜。小八不由得想说，不愧是你，干饭人诚意。其实在这次节目里，诚意的表现和他平时所饰演的角色反差还是很大。
他在剧中的角色，不管是一心想要度化天下的司凤，还是有勇有谋的萧承旭，都是比较深沉内敛的角色，是比较内秀的角色。而这次在节目中，虽然程毅称不上是多么的外向和外泼，却也不同于之前所饰演角色们的深沉。整体上，程毅看起来十分憨憨，甚至有些傻白甜，连小八看了也觉得有些别开生面，十分有趣。其实演员有这样的反差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角色不等于本人。而且其实这样的不同在观众眼中还会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。小八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期待程毅能够继续演绎更多的佳作。奔跑吧程毅听不懂游戏规则遭吐槽，金靖都要被他急死了。奔跑吧黄河篇播出了，程毅也作为飞行嘉宾参与了最新这一期的录制。然而没想到在琉璃里那么通透的司凤的演员，在真人秀里居然看起来智商不太高的样子。游戏规则听不明白，啥都猜不出来。先来看这个猜面的规则，大概是双方摆阵，面必须围着牛肉，要让对方吃到牛肉。程毅都看了别人玩了2局，但没想到他依旧没看懂规则，自信满满的瞎摆。之前猜中了25号是面，竟然还去猜22号是牛肉，然后 Angelababy 给他中奖了规则，他一脸我懂了我懂了的样子，结果说出了个8号。感觉他蠢到其他所有明星都要受不了他蠢的程度了。金靖直问他是不是在坑队友，还提醒他节目效果不要做太过。还有后面的射箭比赛里，程毅次次脱靶。个人比赛3轮他最后总成绩0环，而他赛前还大放厥词展望10环蜜之自信。Angelababy 和金靖看他的眼神像看智障一样，然后还要问是不是攻的问题。明明蔡徐坤射箭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，还射中了好几个10环。感觉这期奔跑吧之后，估计程毅这段时间再也不想参加任何综艺了吧。被同是流量的常驻蔡徐坤抢风头，被跟他一起来的嘉宾嫌弃吐槽，而且这还是程毅综艺首秀，真的太暴露缺点了，估计都给他留下心理阴影了吧。